药家鑫被判死刑这个事儿，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圈的一件大事儿，它也引发了媒体和网络上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争议。本来这个事儿呢，随着药家鑫偿了命被判死刑了，应该说就该尘埃落定了。可是没有想到呢，这不最近又冒出了第3部续集。什么事儿呢？原告的律师张显和被告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两个人打起来了。两个人因为什么事儿掐起来了呢？20万。原来药庆卫曾经抱着给儿子赎罪的心态，拿了20万块钱给被害人张妙他的父亲张平选送过去了。但是当时呢，张平选在张显出主意之下呢，把这钱给退回去了，表示我们不要钱，就要你药家鑫偿命。这个时候药庆卫说了，这个钱呢我搁到这儿，为了完成我儿子一个遗愿，你们随时有困难，你就再来找我拿这钱。今年28号上午呢，张显带着张明选一家真来找药庆卫要这钱了，而药庆卫不给了。本来这个事儿你看起来好像是药庆卫这边出尔反尔，可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大多数人却支持药庆卫，指责张显带着老张家一家人无理取闹。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咱们看一个小片。2010年10月2日晚，西安音乐学院大3学生药家鑫驱车回家途中，将女工张妙撞倒在地。当他看到对方试图在记录自己的车牌号，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张妙刺死。而其在法庭上关于作案动机的一句话，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转念就想到了，害怕他以后不停地来找我。我害怕撞到农村的这边难缠。2011年4月22日，药家鑫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2011年5月26日，药家鑫案死刑复核期间，药家鑫父亲药庆卫在律师的陪同下看望了被害人张妙的父亲张平选和孩子，并留下了20万元现金。但张平选随后将款项邮寄退回。钱被退还后，2011年6月5日，药庆卫发微博表示，这20万用专门的账户存着，留待你的父母和孩子将来确实需要的时候再来拿，因为这是药家鑫最后的愿望，做父母的一定会去完成。2011年6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药家鑫被执行死刑。6月18日，张妙在西安下葬。随着2名当事人的离去，药家鑫案本应归于平静，可是没过多久，张药两家人又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这次的主角变成了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和张妙家代理人张显。2011年5月31日，两人针对药庆卫的原任职务、家庭背景、身家财力等问题的网络争论不断升级，众多网民也卷入这场是非之中。2011年8月4日，药庆卫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张显的一些网络言论失实失当，造成他和家人社会评价急剧下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而张显的回应则是，我只是做了复制粘贴，我才是受害者。2012年2月8日，药庆卫起诉被害人代理人张显一案还未宣判，张妙家人却突然前往药家，向药庆卫讨要当年退回的20万元赠与款，两方爆发肢体冲突。张家讨要20万的理由有2个，一是药庆卫承诺捐款的微博并未删除，说明捐款承诺还在；二是先前各方捐款已经花完，妻子治病需要钱。对此，药家作出回应称，当时的20万赠款是自己借来的，因张妙拒收，现在早已归还。并且药庆卫认为张平选在此时所要这20万元可能有人指使，可能与自己和张显打的名誉侵权案有关。该事件一出，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顷刻倒向药家。20万，药庆卫是该给还是不该给，尚无定论。你看，如果我们把药家鑫被判死刑之前算作药家鑫案件的第1季，
那么接下来，药家鑫的父亲药清卫状告张显侵犯名誉权，算这个事儿的第二例。眼下围绕着20万发生的这幕啊，看似像闹剧似的事情，这应该算第3季。那么这个3季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绝不仅仅是围绕着司法审判简单的对与错的争论，而是这里边有大量的道德因素，有大量的社会道德审判在里边。第一个阶段，药家鑫判死刑。这个之前呢，有不少司法界的人士认为呢，对于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可以判死缓？就根据我们现在少杀慎杀的原则。但是你最后发现呢，民意汹汹，这么残忍，不判死刑能行吗？最终的结果呢，也确实向这方倾斜了。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判处药家鑫死刑，判处药家鑫死刑，被依法执行死刑。最后药家鑫被判了死刑，甚至当地的法院在庭审的时候，拿着调查问卷给庭审的这些观众，给他们，你们填上认为这事该怎么判，足以说明当时法庭外的因素是如何影响这次审判的。如果仅仅是药家鑫这么残忍，还不足以引起这么大的舆论，而是事先在网上铺天盖地的论调是什么呢？药家鑫是个富二代，你们看死那个是个打工的女人，农村女人很可怜，药家鑫开自个儿私家车，这不用问富二代呀。再说一调查，他爸爸当官的，部队出来的，手里有权，家里有4套房子。当然这些消息有纯粹造谣的，有以讹传讹的，但是原告的律师张显在这时候确实有意无意的在利用这些增强舆论的攻势。当时也有一些人跟着随波逐流，比方北大有一位教授在节目里公然就说出这样的话，一看药家鑫就是个杀人犯，就该死。但足以说明当时被这种一些信息甚至虚假的信息刺激起来的民众情绪得有多可怕。张显在利用舆论上的一些东西，使整个法院的审判呢，倾向于把药家鑫推向死刑这方面。所以我们说这个事情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认为张显在利用一些不正确的信息、错误的信息，误导了一些受众，使药家鑫推向了一个特别不利的境界，就是他在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对药家鑫本身发动进攻。那么好，这个事情过去了，药家鑫判了死刑了，如愿以偿了。那么这个时候在人情这方面，我们就有本能的一种补偿心理。前面我们说他这么残忍，你说把人捅8刀，你还怎么的不判死刑？到第二阶段，人的心态就变了。人家药清卫孩子都死了，人都长病了，你还想怎么地？哎，人的这个心态本能就往这方向倾斜。而这个时候药清卫站出来告你张显侵犯我名誉。我刚才说了，这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还采访了药清。我已经走进去，就爸，我爱你。你不要说，我说我也知道我爱你的。然后就说，你们好好活着，活些走油，先投胎。你们挖点走油当我的孩子，我来照顾你。这就等于给药清卫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垫了一块砖。而与此同时，跟我们今天20万有关这个事儿，咱们得在这一部分给大家解释清楚。当初药清卫为什么拿出20万给这个张妙的父亲张平选呢？很明显，这里带有赎罪的味道。我给你20万，我家拿出这钱也不容易，希望你接收，干嘛呢？能原谅我孩子。因为我们知道，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往往对法庭量刑会起到很关键作用。可以说，药清卫拿出这20万，我们不否认他为了赎罪，确实自个儿儿子干下这么滔天的罪行啊。但是呢，也有这个原因，你接了我这20万，你原谅我儿子，能不能保我儿子一条命，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带有这种交换的味道。那么一开始呢，张平选把这钱接下来了，可是没过2天把钱又给原封不动退回去了。这明显张显呢跟张平选讲了，如果你接这钱，药家鑫可能就死缓了。那么对于这时候充满仇恨的老张家一家人怎么想？我要他命，我不要他钱。所以张平选把这钱给退回去了。退回去之后呢，药清卫又在自个儿的微博里都说了，说这个钱呢，我是给我儿子赎罪，完成我儿子的遗愿，我们会对你们好的，什么时候你需要这钱再来找我。
我想耀庆卫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们认为他是有真心实意的，哎，希望就是能够给儿子的罪过减轻一些。但是我们看，当耀家鑫被判了死刑了，耀庆卫老来丧子，心情会非常悲痛。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我们正常人都会这样想：我儿子都给你偿命了，你还能怎么地？那么这个时候，他挂在微博上的那个态度，就是完成我儿子遗愿的，你随时可以来取。某种情况下就变成了另一种道德制高点的姿态。你看看，我儿子都死了，都给你偿命了，我这边说你要用这钱，你随时来拿，这是一种道德制高点。在当时前一阶段道德审判对耀庆卫一家普遍不利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个姿态给耀庆卫加了很多印象分。那么我们再接着下分析，来到第3阶段，这个时候呢，耀庆卫告张显，你侵犯我名誉权。这时候舆论呢也有很多指责指向张显是煽风点火，利用不正确信息误导受众。那么这个时候张显就有这样一种可能，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呢，我要重新制造一场道德上的审判，法庭以外的道德审判。他采用什么方式呢？好，你耀庆卫不是在微博上还挂着呢吗？什么时候啊？你来取这20万，到时候我都给你，这是完成我儿子遗愿，跟我们之间这个没有关系。好，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就让张平远一家人向你要钱。你看，死者张妙的母亲有精神病，现在也犯了，没钱治了，前面钱花没了，向你要来了，你给不给？这一招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来要来了，你要不给，好，首先不讲实信，你答应给，你怎么不给了呢？你说无论什么时候你来取都行，这是完成我儿子遗愿，这跟我儿子判死刑没关系。好，那现在我向你要来了，你要不给，不仁不义，不诚信。而且人家里头女儿让你儿子杀死了，他母亲都精神病了，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不给这钱呢？冷酷，你看，不仁不义，冷酷，不讲诚信。好，在道德上我就把你耀庆卫哐从高点推到深渊去了。张显又占据了个制高点。3度交锋，双方各执一词，究竟谁对谁错？谁不守诚信？谁侵犯名誉？谁又一直吹着道德的集结号？所以说这个时段张显要利用这个事情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所以你看我刚才把这个3个层面，当然我这是我的分析，您可以同意，您也可以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在努力的运用自己的能力，试图影响每个人的同情心。最近的消息是呢，耀庆卫的代理律师蓝河提出来了，你不要20万吗？我给，我可以给你，但你得满足我3个条件。第一个，你得公布社会各界捐给你的钱的捐款状况和使用状况。第二个，必须把网上那些不实信息澄清。第3个，必须把那天你来要钱过程当中发生那些私斗打斗这些事儿给我澄清了。就在双方为20万元该给不该给各执一词之时，2012年2月，网友爆出张妙去世之后，张家共收到社会各界100万捐款。对此，张平选表示，他们拿到手的捐款只有10万元，而耀家则对捐款数额以及去向产生质疑，并要求张平选拿出捐款用完的证据。一时之间，双方争执持续升温。要不我说这个律师很高明呢，你不是张显把一个陷我于不仁不义的皮球一脚踢过来吗？把我给你踢回去，我答应给你20万，我有同情心，可是你得满足我3条件。公布捐款信息，这个张显前一段时间就说，这个捐款信息没必要公布，我们自己这人自个儿家怎么花钱，你告诉你干嘛呀？张显有这么个论调。哎，现在我就要求你张显把捐给他家钱情况你知道，你给公布出来。后2个更绝你要澄清事实，要如何如何。不管你怎么说，如果我要说你说那是不实信息，这20万我也给不出去。所以耀庆卫的律师也一脚把这皮球给踢回来了。你看双方在这方面尔虞我诈，这个互相斗争，这个心把人性的阴暗面有时候暴露的非常充分。因为现在耀庆卫更多是为了一种自卫，保护自个儿，而且这20万在法律上他没有必须给的义务。可是张显这一块
就有几个硬伤必须得澄清。首先，第一个，张平选一家农村人受没受你指使呢？张显来个此地无银300两，说去要钱的钱，我就是看热闹了啊，我不是干别的，我跟这事没关系了。你说你这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就说张显在背后做出这些事情，他有没有考虑到张平选一家还处在受伤害的过程当中？他这么做，真真正正是对张庙一家有利吗？是维护这家里利益吗？不见得，他有转移斗争方向、转移关注方向的嫌疑，要把自己的司法上的对手弄得不仁不义。这里边有一些我们可以推测的不良居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个最大的硬伤，在全社会给这个张庙一家捐款的时候，张显是直接参与管理，这个钱现在到底哪儿去了？因为有实际证据表明呢，社会各界捐了大概有16万，深圳那边有人捐了22万，上海呢有一位热心的知识分子呢组织大伙捐款，捐了54万5。这钱里边呢，其中现金拿到的是26万，剩下的钱呢是以这个社会保险呢，比方说给他张庙的儿子每个月领多少钱，一直领到22周岁，以这个形式给他的。现在呢，老张家要清位置20万，一个理由就是我们那20多万治病都花没了。那么这个钱怎么花的？花哪儿去了？总共社会捐款多达90多万，剩下那部分钱为什么这么快？你说花没就花没了吗？而张显的解释是，这是人家私事，愿意咋花咋花，没必要公布。就是我捐赠人把钱捐给你了，我必须得知道这个钱你是不是用来治病了，所以向捐赠人公布捐赠款项的使用，这是受捐赠人的一种义务。现在张显拒绝这个，这不是个硬伤吗？所以这些事情就使张显在这个过程当中操纵的这些事情显得不那么正义，不那么道德。所以眼下这事情走到这一步呢，我想张显必须作为当事人之一站出来，首先解释清楚这捐款到哪儿去了，都干什么用了，然后再由司法审判的过程当中来解决他跟耀清卫之间名誉权这个官司。我们说耀清卫有出尔反尔的行为，但是人家没有法律的义务给你这20万，而张显利用这个事儿大做文章，有转移名誉权官司关注方向的嫌疑。所以我说这时候以张显为主，耀清卫为辅，双方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儿，吹起道德的集结号，希望更多的道德审判的这种优势集结到自己这方面来。我们往往吧把人情上的这些道德审判上的东西把这个色彩加重，而往往淡化一些法律意义上的东西，所以双方才觉得人情之可用，道德审判之可用。当张家人上门索款引发双方激烈冲突，部分媒体以及网友开始抛出一种观点：上门索款这件事真正证实了药家鑫所说的农村的这边难产。那么这种观点究竟反映了怎样的现实？当初药家鑫呢在法庭审判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你为什么你把人都撞倒了还捅8刀？药家鑫说，我想农村人比较难缠。这句话是当初所有人攻击药家鑫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他说农村人比较难缠，就什么呢？农村人好闹好赖，这纠缠上你就没完，要这个要那个。这句话严重的伤害了一些农村人的感情，而且也涉嫌这种严重的地域歧视、户籍歧视，所以这成为很多人咒骂药家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说，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张炳选一家人又来到耀清卫门口要这20万，就原先你给退回去了，完你现在又来要，你这也是出尔反尔，这算不算农村人难缠的实际例证呢？判断农村人是否难缠有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这个当事人耀清卫他是怎么认识的。他如果说农村人难缠的话，应该说他爸很难缠。您是农村人？我是农村的，我家就3星农村的，而且我爸可能连火车都没坐过，所以说我也很不理解，但是我没有再问他的机会。你说你很不理解是指什么？我不理解他为啥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他心里边呢对农村人是否难缠有一个相对清晰公正的这么一个答案。你记住，凡是一个观念说农村人难缠，这观念形成了，它一定有它的社会原因。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农村人的道德水准就低下，就比城里人什么事情就愿意胡搅蛮缠，不是，谁都不愿意
摊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谁愿意在这纠缠到具体的这种争斗当中呢？但为什么说有农村难产的现象呢？首先一个咱们得说，农村人他的知识信息不够，掌握的东西不那么多，他很难像城里人一样呢，能够有那么多正常的司法援助、司法救济的渠道。有的时候他不知道，遇到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但人的本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往往就会采用闹和赖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二个呢，特别重要，就是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过程当中，比方说医院出点事儿啊，医疗事故，你去到卫生局那儿告；交通那儿出点事故，你去找律师、找保险公司。你会发现，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农民，他打官司也好，还是干嘛也好，成本太高，而且还不一定管用。这么一比，还不如我在这儿，耍赖闹一下子，我可能获得的更多。所以这几方面加一块儿，给我们带来了农村人难产这样的印象。农村人难产不是农村人素质低，而是我们这个社会剪刀差带来的。就像在这个事件当中，我倒觉得张平选一家很可怜，女儿没了，让人杀死了，老伴儿现在疯疯癫癫。你说这一家里人得多可怜，而且自己的女婿带着自个儿的外孙子，这将来的什么样还不知道呢。所以就说这个张家人呢，哪怕他就是为了要这20万，我去要去了什么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可以原谅的。这个问题我倒觉得，作为背后的军事彰显，你是不是真正的保护了这家人利益？给这些捐款经过你手的时候，或者你有支配权利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用这些捐款？当然咱们现在没有办法对所有事实做出澄清，那么我们特别希望你作为原告啊一方的律师，一直支持这家人的，你这时候站出来把这些事给大伙说清楚，能够让这些受害人，包括耀庆卫他的儿子为这事偿命了，他也是个受害者。我们尽可能让2个受到伤害的家庭能够在主要的人耀家鑫被判了死刑之后，或多或少的心灵上都能获得一些平静，而不是现在这样又掀起舆论的巨浪。我认为对这2家都是一种伤害。众所周知呢，咱们中国呀是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呢，咱们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那就是对联合国决议的否决权。这个否决权在一定程度来讲呢，是保护国家利益、表达国家诉求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这不，最近2月4号，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李保东就代表中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不。为什么中国会对这方面行使否决权，以及行使否决权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在联合国里这种常任理事国的权利。这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的一个权利，就我们说否决权，它体现了联合国一个什么方针呢？叫大国一致原则。就是这些个大国如果意见不一致，那么世界和平很难保证。所以要通过一项决议，这个大国必须都得一致通过。如果有否决的，这个决议不能通过；如果通过了，那将成为一种未来战争的隐患。所以联合国安理会呢，5个常任理事国，那么在这5个基础上呢，还另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采用轮值制度。投票的过程当中呢，这5个常任理事国必须没有人投反对票才行。你可以弃权，你也可以不参加投票，但是只要你投了反对票，这个决议就通过不了。然后这5个国家再加上剩下10个国家里边不少于4个以上的国家投赞成，并且前提条件是5个常任理事国没有1个投反对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否决权。那么这次呢，中国在这个叙利亚的问题上呢，和俄罗斯立场一致，投了否决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使现在叙利亚的整个局势比前一段时间剑拔弩张的感觉有所缓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叙利亚呀，在一定程度来讲呢，它是伊朗问题的一个温度计、晴雨表。因为我们知道，从整个中东的局势来看呢，叙利亚它和黎巴嫩还有伊朗，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如果你牵叙利亚这一发，可能动的就是整个波斯湾的全身。所以这个局面绝对不是仅仅针对叙利亚，而是针对现在一触即发的中东局势。那么说，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他不起得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行使这个否决权？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美国的打法。美国在整个中东啊，它的战略目标是一一实现的。你看，把这个萨达姆扳倒了，把本拉登击毙了，那么一步一步的下来呢，他在中东
就剩下以伊朗为首的最后一块堡垒，它无法攻破。伊朗在整个的立场上是反美的。那么美国惯用的打法是什么呢？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想要在全球战略过程当中扳倒一个国家，它首先就要从新闻舆论上入手。当然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蛋，也确实是像利比亚、叙利亚这样的国家让美国人有了抓手。那么现在舆论上给你搞臭了之后呢，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接下来美国自己不会直接出手，他由自己下边一个盟国或者说是听从美国的，这里边有利益输送的国家，向联合国提交议案。你像这次有关于要求巴沙尔政权移交权力的议案是谁提出来？是摩洛哥以代表阿拉伯联盟的名义提出来的，其实就代言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那么他提出了以后，这个议案大家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就能看出谁会赞成，谁可能弃权，谁可能反对。那么针对可能反对的国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在底下做工作，做你的工作。这不马上就要表决了吗？你要反对我这议案，能不能不反对？咱们底下谈。你要是如果这个不反对的话呢，我们就让渡点利益。哎，他在底下跟你谈这个，所以这往往是美国的手段，最后促成这个决议呢一致通过。但是这次我们看中国和俄罗斯毫不犹豫地举手说不，这说明什么？这个问题是原则问题，是立场问题，没得谈。所以我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行使了否决权，对美国的国际利益是一种打击，同时更是对中国自身的国际利益是一种极为强有力的主张。那么中国在叙利亚到底有哪些利益呢？说到这个，咱们得说中国跟叙利亚历来都是挺友好的。那么当然我们说这种关系不足以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力挺叙利亚的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有3方面：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能源原因。我们先说政治上的原因。现在我们看美国在全球的战略目标，它一一都实现，一步一步的拔掉了本拉登，拔掉了卡扎菲等等等等。那么眼下呢，美国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叫重回亚太。那么现在呢，美国在中东地区，它就剩下伊朗、叙利亚这块堡垒，而伊朗本身呢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那么美国在这块的战略利益就是要把这些绊脚石扫掉。那么如果美国把这些绊脚石扫掉，接下来他可能会腾出手来，在亚太地区形成他的一种利益诉求。所以在政治上来讲，这是等于在全球范围之内遏制美国霸权渗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呢，俄罗斯它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如果美国把叙利亚、伊朗这块拿下来的话，那么就等于直接打到了俄罗斯的南大门，这对俄罗斯的国防安全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俄罗斯总理普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些人企图改变叙利亚，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叙利亚离俄罗斯很近，所以从政治的角度，这里既有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又有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这样的空间。那么在经济上呢，也有这方面原因。你看叙利亚这个国家不大，却正好处在欧亚非3大洲的交界处，它是一个大的贸易中心。如果我们能够跟叙利亚保持这种友好的往来呢，可以利用叙利亚呢，直接打开对欧洲出口外贸这方面的大门。所以在经济上，叙利亚的利用价值是很大的。当然还有第3点，是眼下很急迫的一点，就是在能源问题上跟叙利亚之间这种关系。别看叙利亚在石油方面产量急剧下降，中国眼下跟它之间的能源外交不是很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现在的石油有超过1半以上的需求是要靠进口。这个进口走哪儿呢？我们从海上通道来看呢，一般要走印度洋，然后通过马六甲海峡，在那一面非洲那块运输能源必经过的是索马里海域。我们大伙都知道索马里海域，索马里海盗事件大家都清楚，这个海域不安全，往往中国要派自舰队到亚丁湾一带护航。那么走马六甲海峡呢，费时费力，整个费用还高。所以现在中国在能源上呢，你看在整个这个地图上面，它建立了2条陆路的能源通道，就在陆地上的，一条是经由缅甸的到孟加拉湾，这条现在已经建成了。现在中国要建另一条呢，是经由巴基斯坦到伊朗到叙利亚到达波斯湾一带。现在这一条陆路能源通道还没有完全建成，而叙利亚在这个能源通道上的战略意义，这自然自然。所以我们要想从这个能源这个角度来保证中国这个石油这方面不受到国际动荡局势的威胁，咱们就必须得保证中东局势的一种稳定。而且这种稳定呢，也是保证我们的能源扣道，第一个
不受美国控制，第二个也不受美国影响。所以这也是眼下俄罗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也都否决权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它有巨大利益。每当中东这个局势一紧张的时候，只要没有最后达到很糟糕的程度，俄罗斯的石油都好卖。所以俄罗斯很希望中东的局势呢紧张起来，但是别出事儿。你要出事的话，对俄罗斯别的利益是个损害。而且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呢，它是不走地中海的，不受中东这边影响。你这边一紧张，石油产量下降了，出口少了，好，俄罗斯那头占便宜。所以俄罗斯希望呢紧张起来，但是不要彻底毁掉，不要让美国势力都渗透进来。所以这是在国际政治一盘棋上非常复杂的利益考量。咱们有的朋友听完我说这段，可能觉得，哎呀，这也没有个正义不正义，这不就是利益吗？没错，每个国家无论他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去迎合别人，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分析国际问题的时候呢，也要从利益这个角度作为基本的考量。那么我们说这次呢，中国对叙利亚的问题行使了这个否决权。有人说这否决权行使完了，是不是美国这个国家就不能对叙利亚动武了，进而就不能对伊朗动武了？那可不一定。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啊，从90年代到现在这20年间，世界上进行了5次战争。90年代初有海湾战争，然后有科索沃战争，然后针对反恐的阿富汗战争，然后是打倒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再加上最近北约轰炸利比亚这次战争。这5次战争呢，有2次半是合法。这怎么还2次半呢？合法战争就指着通过联合国决议了，大家都同意对他动武了，这就是合法的。那么91年的海湾战争是合法，这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针对反恐这是合法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的，中国这些国家也都投了赞成票。那么2次非法的是什么呢？科索沃战争是非法的，打伊拉克的战争是非法的。这2次虽然是非法的，没有通过安理会决议，那么美国绕过安理会，以北约的名义，那北约我们自己家的事儿啊，我们单方面决定啊，没有通过安理会。也就是说呢，如果真想动武的话，美国人和西方国家是可以绕过联合国的，但是这样的话等于名不正言不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里边，他也不希望出现这情况，希望大家一致的拥护他的利益。那么为什么说2次半是合法的呢？对利比亚这次刚刚结束的战争，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里只通过了在利比亚上空建立禁飞区，可没有到最后这种程度，北约那么大的力量轰炸，造成利比亚国内政权迅速的被颠覆。所以我说这次是半次合法的战争。也就是说，中国即使投了否决权的话，也不一定能阻止美国、以色列对这个叙利亚和伊朗动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我们怎么样科学的看待这个否决权。现在这不是吗？印度、这个巴西、日本、德国4个国家要联合加入常任理事国。印度甚至说，你要允许我加入常任理事国，15年以内我不行使否决权。所以说这个否决权呢，你看它像我刚才说的，它不一定起到决定性作用，可是在道义上呢，往往呢走这道程序容易赢得更多人的拥护。而且这个否决权很有意思，它有意思在哪儿呢？不见得你这个国家说是你强大，你的否决权就一定好使。你看45年建立的联合国，前苏联是46年第一次行使了历史上头一个否决权。那么美国什么时候第一次行使自己的否决权？1970年。联合国当时已经建立有25年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冷战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强大，苏联弱势，所以苏联要频繁的动用否决权呢，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维护自己的底线。而美国不用啊，他的利益诉求呢跟包的多了去了，不用他自个儿说。所以美国长达25年没用这否决权，而那时候把前苏联忙活够呛。1957年到1985年期间，苏联的外长格罗米科由于在联合国动用了得有将近上百次否决权，所以他得了个外号叫摇头先生。通过这个决议代表美国利益，格罗米克no 不摇头，这格罗米克外号叫摇头先生。最有意思的呢是50年代的时候吧，当时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陆陆续续增多，有一次有15个国家先后要加入联合国，像意大利啊、日本呢、西班牙都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前苏联连续动用了15次否决权，否定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所以这都是否决权历史上非常有意思。为什么美国到70年他开始行使否决权了呢？因为那个时候啊，联合国
加盟的国家越来越多，第三世界的国家越来越多。那甭管国家大小，它算一票啊。说美国有不少的利益受到阻碍了，美国也开始使用否决权。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在5大常任理事国里边呢，前苏联加上现在俄罗斯，他们使用的否决权最多，130多次；美国90多次，英国、法国呢30多次、40多次，中国是最少的。算上我们这次2月4号这次否决权，中国总共才行使了9次否决权。那么呢，咱们要想了解中国为什么这么少的行使否决权呢？为什么更多时候是投弃权票呢？要想了解这个历史，咱们可以这样，把中国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的历史咱们导一遍，你看看这里头有什么奥妙。我们知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在联合国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是台湾当局。那是1955年蒙古要加入联合国，当时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就行使了1票否决权，不同意蒙古进来。那么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席位。接下来呢，到现在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总共有8次行使否决权。在1972年的时候，我们头一次行使否决权是针对孟加拉国，然后到72年年底的时候，咱们又行使第2次否决权，是当时以色列要入侵叙利亚跟黎巴嫩，针对这方面联合国的决议，中国行使了否决权。所以你看，中国跟叙利亚的关系，这很早在政治上就建立了这种联系。那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2次行使这否决权。可是从72年行使了第2次否决权之后，一直到1997年，长达25年间，中国政府没有行使过否决权。到了1997年，针对在危地马拉这儿是否要派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中国来了个否决权。为什么呢？当时危地马拉跟台湾当局建交，邀请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参加他的和平会议，这一点触犯了中国的底线，所以中国当时为了教训危地马拉，行使了否决权。那么1999年第4次否决权也跟这个有关，是在马其顿呢，他的维和部队要不要延期？因为马其顿当时跟台湾当局建交，中国也行使了1票否决。转过年也就不到2年的时候，马其顿跟台湾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2007年的时候，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缅甸要采取的这种动作，中国行使了1票否决权，保护了缅甸作为自己盟国的利益。那么2008年呢，行使这1票否决权呢，意义很重大，是针对当时联合国要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我们知道津巴布韦总统叫穆加贝，当时已经80多岁了，连选连任，然后大选的时候反对党呼声非常高，明显优势压过他了，但是迟迟不公布选举结果，表面上是民主，搞假民主，等公布结果没超过半数得重新选。这个时候穆加贝下手，要对反对派下手，这反对派吓得不少都躲到大使馆去了。结果再选一次，当然穆加贝又连任了。这时候联合国认为你搞假民主，侵犯人权，所以要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中国当时认为呢，津巴布韦人呢自己能干好这个事儿，他自个儿商量呗，你管那么多干啥？不干涉别国内政，你这时候干涉，可能津巴布韦局势激化。所以中国当时保护了津巴布韦，行使了1票否决权。在这个之后，最近的一次大家都知道，去年10月4号也是叙利亚的问题，中国投了否决，再加上今年前2天2月4号这个事儿，所以以中国名义出现在联合国行使否决权的总共有9次，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8次，台湾当局是1次。那么我们把这个否决权这个历史给大家导一遍，我们就会看到呢，在72年到97年长达25年间，中国没有行使过否决权，更多时候投的是弃权票。那么后来到99年到2007年，又是长达8年，我们没有行使否决权。那么为什么这段时间出现那么大的空白呢？为什么这些年我们又开始频繁的使用否决权了呢？这里边有中国政治的考量。咱们大家都知道，10年动乱之后呢，你国内想获得一个非常和平的建设环境，必须得在国际上，首先我们说少树敌，避免国际冲突。一旦要发生国际冲突的话呢，你国内就没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中国必须要摆脱贫困，要在经济上富强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呢比较有远见的、高瞻远瞩的提出，对外要韬光养晦4个字。其实韬光养晦呢比较含蓄的说法，实质就是什么呢？少树敌，少争端，少结怨，给自己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
78年中国搞改革开放，一直到97年这么长的时间，20多年，中国没有投过否决的票，大多数都是弃权，有的时候也是投赞成票。97年、99年这2次，这是中国的底线。台湾问题这是分裂祖国呀，一中一台这不可以的，两个中国怎么行呢？所以不能碰我们的底线，我们被迫使用了2次否决权。那么韬光养晦这些年，中国确实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的发展环境。那么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要在国际上大胆地喊出自己的主张，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了呢？因为时代已经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不干涉别国内政呢，本来是尊重人家国家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但是在有一些国际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如果中国长期以来说不干涉别国内政，就容易被国际社会误解为你不负责任，所以他会对你有一定误解。包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像钓鱼岛的问题，像南海诸岛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这一片好心，跟你这些邻居国家认为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示弱的，这等于默许我们侵占你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事实上呢，会造成什么情况呢？你现在看越南在那儿有油井，日本对钓鱼岛那附近海域也要有开发，就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变成了我们搁置人家开发的局面。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应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应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我们说你怎么样赢得别人尊重，咱们经常说你先尊重别人，这个在国际政治上是不成立的。你要赢得别国的尊重，第一个你要强大起来，第二个你要适当的表达出自己这种强大。就像我们说李云龙那种亮剑精神，我们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我说这个呢，绝不是说中国要闭关自守，要妄自尊大，要跟别的国家干，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呢，中国在不受其他国家左右的情况下，能够在保持主权领土独立完整的情况下，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向民主自由改革开放这样的目标去奋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要敢于在国际利益这方面大胆地喊出自己的诉求，说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的祖国》这歌里边有那么一句歌词，我认为用到眼下的中国的国际问题方略上比较恰当，那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要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